校园音乐节上，我的男朋友被选中和女伴接吻，可与他接吻的女伴不是我，而是我的室友简明月。被我当场抓包时，他们不仅狡辩是无奈之举，还倒打一耙对我人身攻击。众说纷纭间，舞台上的校草含笑走到我面前，既然他无奈之下都能跟别的女生接吻，那你介不介意无奈之下多一个男朋友？当晚校草为爱错3的话题冲爆了校园论坛。沈燕和简明月在大屏幕的镜头前吻得情深意浓时，我正好赶到广场门口目睹全程。我一瞬只觉脑海嗡鸣，僵在原地不知作何反应，震惊、失望、背叛感在心头交织缠绕。但这一幕似乎又是情理之外、意料之中的事情。简明月作为我的室友，已经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了。自从发现我有很多追求者后，他便打着为我好的幌子与之一一接触，然后又借着帮忙追我的由头和他们打闹暧昧。不出半个月，这些追求者便被他收入囊中。待他暧昧腻了，他又以奸渣达人的美名功成身退，事后还要在我面前细数他们为他做过的浪漫事迹，再对我说一句：你看吧，果然是渣男，还好我帮你挡下烂桃花了。我本就对那些追求者无意，便没多管他们的私事。可我没想到的是，自从他发现我的男朋友是系草沈燕后，他便疯狂地向我打听他的一切，甚至开始模仿我的穿搭言行。直至如今，他们当众接吻，我才知原来一切早有预谋。我垂眸冷笑，仿佛一个局外者旁观这场闹剧。灯影如花，光如昼，他们就像言情剧的男女主角，在万众瞩目下暧昧到极致。周遭的观众更是磕生磕死，给摄像老师夹鸡腿。男主好帅呀，太养眼了！我宣布，我要原地化身 CP 粉，给他俩把民政局搬来，是不是还可以加学分来着？这不是播音系的系草沈燕吗？我说咋帅的这么眼熟呢？原来是他呀！早就听说他有女朋友了，藏这么久，终于舍得带出来了。越来越多的赞美声将晚会推向高潮。我在等沈燕解释，哪怕是撇清一点关系也好。可他没有，他默认一切，礼貌的含笑点头，向观众致谢。只在无人察觉的空隙，他带着些许心虚的四下查看。这一看便对上了我的审视的双眼。沈燕肉眼可见的抖了一下，就像作弊被老师抓包一般惊慌失措。看着他满眼的哀求和愧疚，我知道这场闹剧是时候到我登场了。人声鼎沸间，我缓步走上台阶，对着人群中心沉沉开口：沈燕，我记得我们好像没有分手吧？大清都亡了，怎么还找个小妾享其人之福了呢？我的声音不算太大，但身侧的观众却是听得一清二楚。死寂就像火势一般绵延扩散，一瞬间全场的目光都转移到了我这边。沈燕猛地弹起身来，走到我面前，试图解释些什么。泱泱，你听我说，事情不是你看到的这样的。看着这副委屈又深情的嘴脸，我只觉恶心。我连连退后，与之拉开距离。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们分手了。话音刚落，原本寂静的广场再度哗然。什么情况？她才是沈燕的女朋友？我好像瓜田里的茶。不是，他俩不是情侣，参加情侣活动干什么？纯友谊吗？堂堂系草脚踏两只船，世风日下呀！恶心，死渣男！突然就感觉不帅了。此起彼伏的谩骂让原本心虚的沈燕突然升起了怒火。她冲过来，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曲央，你不要无理取闹，这只是活动规则，你也太玩不起了。我心下冷笑，沈燕还真是托我一把好手。平日里我一旦查岗，她便是这般跳脚模样，仿佛只要她足够理直气壮，那错的便是我。奈何我先前并没有实质证据，只能一次又一次地相信她。可这次我没有再后退。活动，先前我叫你一起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你可是说自己没空的，原来是忙着和别人参加呢。此话问的沈燕哑口无言，一旁的简明月倒是走上前来，哭得梨花带雨。泱泱，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是我太喜欢那个奖品了，才拉阿燕过来的。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被镜头拍到要接吻，我们也是无奈之举，知道要情侣才能得奖品的规则，倒是不知道要接吻的规则了。他还真是会选择性失明啊！再联系到他平时各种绿茶行为，所有的怒火在此刻爆发。我懒得与他争辩，直接开骂：简明月，明知道是人家的男朋友还往上凑，这么喜欢二手货咋不住下水道去呢？那天天都有地沟油，最配你这种母蟑螂。曲央，你什么时候变得这样刻薄了？他可是你朋友，你骂的也太难听了。沈燕脸上带着些红晕，似乎是喝了些酒，越骂越上头。指责似乎不足以平息他的怒火，说话间他猛地冲上前来，朝我挥手就是一巴掌。他的动作太过突然，我根本来不及反应，只能本能的侧身闪躲。我本以为这个巴掌会落在我身上，不成想却被一只手凭空拦截。众人循着动静回头看去，全场彻底沸腾。时序，校草时序，他不是应该在后台准备压轴表演吗？怎么会来这儿？可能他不想自己的表演被影响吧，毕竟今天可是他新曲首唱呢。有着渣男衬托，校草好像更帅了好帅！神仙也来管凡间的事了吗？感谢渣男贱女给姐妹们开开眼。万众瞩目间，时序不动声色挡在了我面前。沈燕，打人可就不对了吧？
被抓包的沈燕有些窘迫，气势一瞬间落了一大截。少管闲事。沈燕平日里本就被时序压一头，这次又在他面前落了下风，他只觉气不打一处来。而他选择的出气口变成了我。自知脚踏两只船的事情无可辩驳，他竟开始倒打一耙起来。曲央，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跟他在一起吗？因为你太无趣了，在床上就像死猪一样，从来不肯迎合我的喜好。像你这种人，哪个男的会喜欢？要不是看你听话，老子早就甩了你了。一字一句振振有词，又不堪入耳。他自己涉足泥潭难以洗净，便要将别人拉进来，还是以这种龌龊肮脏的方式。眼泪模糊双眼，我不知道如何辩驳。明明是正常情侣之间的事情，却被他当作杀人诛心的利刃。满场惊叹间，一记碰撞闷响再度引起轩然大波。时序一拳把沈燕打了，眼看着沈燕要反击，时序乐队的队友们纷纷上前将沈燕控制在地。一瞬间，人群喧嚷嘈杂。天啊，时序居然打人了！什么情况？这沈燕也太不是人了，传黄要该打。咱们高岭之花可从来没有这样失态过，我好像嗅到了新瓜的味道。观众尖叫的尖叫，吃瓜的吃瓜，唯独沈燕像个泼妇一样破防大喊：曲央，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缠着我的，凭什么你说分手就分手？你以为像你这种要颜值没颜值要智商没智商的人，除了我还有谁会看得上？难不成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吃他时序吗？我攥紧拳头僵在原地，逼自己将这些羞辱尽收耳中。错了这一次，那便要看得彻底，听个明白，从此再不回头。见我不为所动，沈燕再次拿出了她的杀手锏，你要是敢分手，明天我就把手机里的照片发遍校友群，我看哪个男的还能接受你。话音刚落，本还沉浸在打架风波的群众猛地回头，再次将眼神落在了我身上，有震惊，有玩味，有鄙夷，有同情，千百双眼睛就像刀子一样割在身上，不见血，却让人血肉模糊。此刻的我就像一个小丑一样被他肆意羞辱，我一瞬只觉荒唐至极，怎么也想不通曾经那个阳光的少年究竟在什么时候突然就烂掉了，亦或我瞎眼根本就没看清他本就是烂的。全场哑然间，时序快步走到我面前，朝我伸出手，跟我走吗？我正愣在原地，似是宕机般难以识别这句话的信息。身边的吃瓜群众却是已然兴奋了起来。哇，不是吧，时序真是为了曲央才插手的？哦，吼吼，美女赶紧放弃渣男吧，时序不香多了吗？别说，这对好像更好磕。此时的沈燕闻言更是像个王八一样躺在地上暴跳如雷。曲央，只要我没同意，我们就不算分手，你要是跟他走了，你就是出轨。时序斜眼冷哼，随即再次低头定定地看着我，他都能无奈之下和别人接吻，你介不介意无奈之下多一个男朋友？眼看着全场观众瞠目结舌，时序垂了垂眼睫，轻笑着再次开口，我是说，你愿不愿意出演我新曲 MV 的女主角？我这才从讶异中回过神来，我就说向来端正自持的时序怎么会说出这么惊世骇俗的话，原来是替我解围啊。看了看身后被简明月以身相护惺惺相惜的沈燕，心底某处残存的光芒骤然消逝。我长长叹息，抬手附上了时序的掌心，当然求之不得。得到许可，时序拿起一旁的话筒，向着周围连连鞠躬，抱歉各位，我的新歌又有了新的创意，下次再邀大家来欣赏。在议论纷纷中，时序一边扔了话筒，一边拉着我走出人群之外。远离纷扰后，时序默默将我送回了宿舍楼下，再没有多说一句话。只是临别前他说了些什么你好好休息，我会处理好的话。经历了接连的打击，我洗漱完后哭着哭着便睡着了。再次醒来是被室友林雪的尖叫声吓醒的。天啊，泱泱你火了！仿佛尖叫还不足以表达她的震惊和激动，林雪嗖的一下跳到我床上，疯狂地摇着我的肩膀。 Amazing， 太他玉皇大帝的 Amazing 了。昨天简单跟林雪说我和沈燕分手后，她都是一脸早该如此的态度，她今天这样亢奋的反应，我只能想到那些更可怕的东西了。我的心一瞬跟着咯噔了一下，沈燕这么快就行动了，是偷拍还是 P 图，亦或制造新的谣言？按沈燕的风格，无论是哪一种都足以让我身败名裂。我如遭雷击，疯狂寻找我的手机都传到哪些地方了？可能全校吧，毕竟论坛都炸了2回了。小雪，快帮我截屏取证，我马上报警。我刚点开拨号界面，林雪一脸疑惑地按下我的手，像是看傻子一样摸着我的额头，你没事吧？人家时序只是喜欢你，罪不至此吧？我满脑子都是该怎么起诉沈燕，突然被他这话震得大脑空白了半分钟。什么？时序喜欢我？全校都知道了？这么小众的文字是怎么拼凑到一块的？明明昨天沈燕的事情才是最大的新闻吧？我疯狂点开论坛，翻遍了2天内的帖子，却是找不到一点预期中的黑帖，反而是校草时序为爱做3的话题断层冲顶，而上面的配图正是时序朝我伸手的画面。话题下面更是被校友们围观打卡出了800层楼，篮球队队员张一峰实名围观队长爱情，又爱了哥，坐等一个官宣。
旷野乐队队员来给旭哥助力啦！千年铁树终于要开花了，你薛义父来交一瓢粪加速一下。嫂子你就答应他吧，我哥都22了还牡丹。什么东西？嫂子，嘿嘿嘿，什么东西？嫂子，嘿嘿嘿，什么东西？嫂子，嘿嘿嘿，事情怎么发展成这个样子了？赵沈燕睚眦必报的性子，昨天吃了这么大的亏，居然一点动静都没有。我一条一条仔细往下看，试图找出沈燕报复我的证据，可我没有翻到沈燕的帖子，反倒是一些不明所以的话让我彻底迷惑。你小子要早有曹贼的觉悟，哪里还轮得到今天网络彻夜追妻呢？终于想通了，早干嘛去了？这一次你再不争不抢试试呢？再不抢爹几个给你绑过来？医学奇迹呀！哑了6年的哑巴新郎终于长嘴了。6年，说起来我和沈燕认识到现在正好6年，而我也认识时序6年了，只是他不知道。彼时我还是一个成绩倒数平平无奇的高中生，而时序早在入学新生代表发言时便一鸣惊人，成了叱咤风云的学霸校草。闪闪发光的人，谁会不认识不欣赏呢？更何况他是一个连路过都能以身替素不相识的我党篮球的人。为了感谢他相救，我托人给他送奶茶。也正是这时我认识了沈燕。沈燕是他的同班同学，热烈而张扬，与他截然不同。许是起逗弄猎物的心思，沈燕从此沾上了我。知道我学习吃力没空理会他，他便时不时地给我送他们实验班的定制资料。他也会把全校统考的卷子一道一道地以最简明易懂的方式解析到笔记本上给我送来，更会把现额的名师公开课的笔记一字不落地记下来，还揣测我的习惯进行注解后放到我的桌上。连老师都做不到这么不厌其烦地教我一个人，可沈燕却永远站在我的角度思考问题，想明白我的思路究竟哪里有问题，并做出对应方案。有这样一个细致入微的关注帮助我的人一直陪着我，说不感动是不可能的。正是如此，我才在考上 A 大后接受了沈燕的表白。也正是这些积年累月的陪伴帮扶，让我心里永远有个滤镜去抹除沈燕一切的不堪。可这些滤镜终究还是被6年的时间消磨殆尽。人终究是会变的，即便是曾经宛若天神救赎的沈燕，也逃不过物是人非的诅咒。我定定地看着屏幕上的字，有些失神。或许是时候了结一切了。沉默半晌，我最终还是打开早已被信息轰炸的 QQ， 聊天界面铺天盖地的全是沈燕的道歉和她朋友的传讯。我一一删除后，还是不停地有验证申请。我不胜其烦，索性直接退出登录，留个清静。正当我准备连手机也关机时，一个陌生的号码突然震响了手机。不待我反应，林雪已经抢先接通外放。喂，你不会是时序吧？对面沉默了一瞬，哑然开口，你好，我找曲央。林雪一脸吃瓜看热闹，不嫌事大地将手机递到我面前，他在这呢。我骑虎难下，只能接过电话，我在。听到我的回应，对面的音色清亮了些许，现在方便吗？我在楼下等你。电话匆匆挂断，林雪彻底疯狂，一边尖叫着，一边把我拖起来打扮，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老天爷给你安排沈燕这一节，就是为了让你遇见时序啊！快去把他给我拿下！还未消化完一切信息，我已经被林雪丢到楼下。此时时序正定定站在路边，联系到论坛上那些帖子，我一时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明明人家好心帮我解围，却是被我拉进舆论泥潭了。我一边在心里排练着怎么道歉怎么澄清，一边走到他面前。没想到还不待我开口，他倒是先上前一步来说，好当我女主角的，那么多人都听到了，可不能反悔。时序面色有些憔悴，可清俊眉眼却始终带着笑。他的笑还是那样淡然柔和，不带着任何思绪杂念，倒是显得我的兵荒马乱有些多余了。或许那些帖子他根本就没看过，毕竟对从小众星捧月的他来说，这种绯闻恐怕早就司空见惯了。心头一闪而过的某些妄念一瞬灰飞烟灭。我抿了抿嘴，坦然一笑，当然，什么时候拍摄，我随时都可以。那现在跟着时序来到拍摄现场时，我再度经历了一众的目光洗礼。可这一次不是吃瓜，不是鄙夷，更不是嘲讽，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他们更像是在姨母笑。目光太过灼热，热得我手心都攥满了汗。察觉到我的不自在，时序率先开了口，介绍一下，这是曲央，咱们的女主角。一语激起千层浪，人群倏地轰然，是咱们的女主角还是你的女主角呀？室内一片寂静，连空气中都带着些心照不宣的暧昧。我不由自主地抬眼看向了时序，他依旧不动声色。按时序的性子，我本以为他会说些官方的话糊弄过去，没想到他却含着笑侧身看向我，这得问他的意思了。话音刚落，唏嘘起哄的声音此起彼伏。这句话有太多解读的角度了，可我不敢细想，只能将替他预设的答案脱口而出。作品是大家的，自然主角也是。此话一出，我似乎看到时序眼底有什么情绪闪过，但他转头太快，我来不及捕捉。只听得他沉静到极致的声音在耳畔响起，好了，都熟悉了，咱们开工吧。大家这才意犹未尽的各自筹备了起来。时序的朋友们都是音乐学院、影视学院的，
对于 MV 的创作都已轻车熟路。可奇怪的是，明明说好我和时旭扮演男女主角，可全程都只有我在出镜，而时旭却在一旁不知道在忙些什么，时而和大家沟通，时而在一旁和朋友们自拍花絮。难道他因为我的回答生气了？可我除了那样说还能怎么答呢？那已经是我能想到的最标准的答案了。总不能真绿茶的说我只属于他吧，这也太越界了。越来越多的杂念在脑海盘旋斗争，扰得我开始心不在焉，NG 了无数次。好在时旭带着奶茶回来，大家也趁机中场休息调整状态。我知道他是在给我找台阶下，可我还是担心因为自己拖延团队进度。挣扎再三，我还是鼓起勇气找到了现场唯一的女生许悦。时旭作为主角不拍摄的吗？许悦闻言笑得有些意味深长，他有他自己的剧情线。得到答案我这才放下心来，我还以为是我拖后腿了，第一次听说男女主角各自走线不见面的，这不是正在见吗？我正和许悦聊得正欢，时旭不知何时出现在了我身后，他冷不丁的一句让我摸不着头脑，只能条件反射的讶异回头啊。时旭似乎被我茫然的反应取悦了，他低笑着将奶茶塞到我手中，没事，会有答案的，别胡思乱想。言罢，他拍了拍我的后背，匆匆转身离去。老姜，那句空白的歌词可以填上了。 OK， 写什么？就写星星在你眼里，而你在我心里。哟，旭哥什么时候这么浪漫了？缪斯给灵感了。所有人再次按部就班，可我刚平静的心却再次乱了。星星在你眼里，这句话好像在哪听过，可我再次想捕捉记忆碎片时，许悦已经拉着我走进拍摄场地了。跟大家短暂的磨合了后，后续的拍摄出奇的顺利，有了一整天的接触，我也完全融入了集体。趁着收工时，朋友们纷纷拉着我加好友，人太多，我只好像个推销员一样举着二维码等着大家排队扫描。没想到我刚举起手机，一旁的时旭便顺手接了过去。我错愕回头看去，只见时旭一边低头自顾自的扫码，一边道：加我一个就够了，到时候我再拉个群，也省得你一个一个同意。话音还未落，时旭的室友薛明轩已经一脸意味深长的阴阳怪气了起来。好，我们不加，那就辛苦我们石大帅哥代劳喽。一呼百应，其他人也跟着起哄起来，点个同意申请就怕累着人家啊。那我昨天晚上敲一晚上键盘算什么？那我偏要加，谁不想和美女做朋友呢？我也加。看着大家热情满满，我也赶紧一一添加。可我没想到的是，我还没点开手机界面，全场已然轰然暗笑。等等，曲央的签名有点东西啊！哇，星星在你眼里，而你在我心里，搁着暗戳戳秀什么呢？这不是时序刚填的歌词吗？曲同学手速有点快啊，这究竟是心有灵犀，还是郎有情切有意啊？大家越说越兴奋，暧昧不明的眼神似乎要将我看穿一般。眼看着大家要上前逼问我，时序一把将人群挡开，人家签名都好几年了，你们想太多了。不是，你不是刚加你怎么知？此话一出，人群起哄声更甚。眼看着薛明轩又想质疑，时序搂着他的脖子便往外走。不饿吗？我订了餐厅，赶紧去吃饭。吃瓜哪有吃饭重要？忙活了一天，大家早已饥肠辘辘，一听到吃饭人群，当即一哄而散。时序渐渐远去的身影在视线中模糊，可他的话却让我尘封已久的记忆逐渐清晰。我说，当时他说出那句歌词时，怎么感觉那么耳熟？原来是我很久之前设置的个性签名，久到我自己都忘了。可他为什么刚好也知道这句？甚至他似乎还知道这是我的个性签名。还有论坛里那些摸不着头脑的话，纷乱细碎的细节在我脑海中漂浮，想握住却又虚无缥缈。某些影子似乎又开始有了轮廓。晚餐聚会持续到10点，大家卡着门禁时间尽兴而归。因着专业不同，我和大家的宿舍楼相隔甚远。时序以许悦还要和其他人收集素材为由，一力承担起了护送我回宿舍的责任。众人笑闹着唏嘘而散，一时间空旷的大道只余我们2人。聚餐难免会喝酒庆祝，虽然有时序替我挡着，我也喝了不少。没了人群的吵闹，我反而后知后觉得有些兴奋了起来。看着时序依旧一言不发，我仰头看向他，主动说起话来。时序，时序依旧不紧不慢地回头看着我，等着我的话。晚风适时地从他身侧席卷而过，凉意顺着他的目光掠过我的面庞，心间陡然一颤，似是掩饰自己的慌乱般，我打趣道：你眼睛里有星星嘞？或许是酒意上头，亦或心有不甘，我盯着他的双眼，一字一句地试探道：你喜欢星星吗？时序闻言面色一滞，随即笑了出来：喜欢，一直都喜欢。那你呢？你会喜欢吗？我不知他是否听懂了我的弦外之音，可我自己却因他猝不及防的反问有些怅然若失。因为我曾喜欢过他，早在他一鸣惊人前，我便喜欢他了。我永远记得军训开始前的一个下午，彼时我因为投喂流浪猫，最后一个到教务室拿军训服。没想到天公不作美，我还没走到教务室便下起了急雨。无奈之下，我只好从众就近找棵大树躲雨。可雨势太急，树叶虽能拦住大半，但缝隙里的雨滴依旧淅淅沥沥。
我正苦恼刚洗的头又遭殃时，身后不知何时一面伞向我倾袭而来。回头望去，正是一白衣少年漫不经心地站在我身后。他身量高，为了给遮住我的头，把伞面压得很低，低的我只能看到半个侧脸和一个淋湿的肩头。彼时少年的心里便多了一个秘密，名为心动。后来我四处打听，终于得知了他的名字，石旭。从此我疯狂地追寻着他的身影。我曾在食堂排队他出现时，默默退到队尾，想让他离窗口近一点，更想让自己离他近一点。我曾在他和朋友合照时，悄悄挤入他们身后的人群，试图与他同框，怕他看见，又怕他看不见。我曾在放学时冲入人群，追寻那一抹身影，怕他走来，又怕他不走来。我和沈燕便是在这段时间熟络起来的。得知我想接近石旭，沈燕自荐要帮我做线人，可是石旭太高了，即便我搭着沈燕的梯子，也够不到他半片衣妹。送去的零食永远出现在班级公共区域，任大家享用。递去的信只能得到我不喜欢打扰我学习的人的回音。久而久之，我也死了那颗痴心妄想的心。我本就是尘下米，怎么可能够得到天上云？可即便认命，也终究会心有不甘。听说石旭的目标院校是 A 大后，我疯了一样的恶补学习。或许追上他的高度，我也算站到他的身旁了。也正是这个决定，将我一步步推向了沈燕。可曾经那么殷切的沈燕，尚且被时光消磨尽光芒，我又怎么奢望石旭会为我停留呢？我收起回忆，垂下眸，藏起那一瞬的放肆，苦笑道：太高了，高的我从来都够不着，看不清。我本以为话题就此止在了这里，没想到石旭沉默了片刻后停下了脚步，蓦地侧过身来，弯下了腰。一张精致的脸猝不及防地放大在我眼前，被身后的路灯镀上了一层光芒。纤长的睫毛阴影在高挺的鼻梁上隐隐绰绰。石旭哑然开口：那现在看清了吗？还不够，我就继续弯腰。说话间，石旭再度垂手，两人的空间缩得极近，近得我能感受到他的气息。石旭似乎也有些醉了，向来目空一切的眸子竟染了几分尘世之间的欲。我一瞬紧张的屏息敛气，心口慌乱的似有猛兽要跳出来。我定定地看着石旭，只见他垂眼打量着我，我越慌张，他的唇角笑意便越甚。我节节败退，不停地仰身，试图给自己争取一些安全空间。本就被酒精冲得飘飘忽忽的我，此刻只觉四肢发抖，浑身发软。一个重心不稳，我竟仰头倒了下去。好在石旭反应够快，一把拉着我的手臂，将我揽入臂弯。最后一点空间被彻底侵占，我逃无可逃。石旭亦是浑身僵滞，只见他眸底渐暗，视线一路下移，最终定格在我微抿的唇瓣上，这样还看不清吗？他的气息喷薄在我面前，温热而暧昧，连带着声线都阴哑微颤。心动的人永远患得患失，即便答案就在眼前，也始终不敢确认。许是担心自己会错意，我依旧嘴硬着，看清了，我又不近视，凑那么近干嘛？见我退身拉开距离，石旭无奈摇摇头，轻笑着转身向前走去。是啊，又没近视，怎么就看不见呢？他若无其事地脱身了，可这些意味不明的话却勾得我抓心挠肝。这些年我好不容易才彻底将他放下，他却又突然出现在眼前，忽远即近。我一瞬有些恼了，猛地追上前去，对着石旭的背影大喊：石旭，高中的时候你明明拒人千里之外，现在又凭什么为我弯腰？许是酒壮怂人胆，我一股脑把心里的不快全都喊了出来。肉眼可见的，石旭背影一僵，他猛地转过身来，满脸不可置信：拒人千里之外？我做的那些还不够明显？泱泱，你终于回来了，你听我解释。石旭话还没说完，一旁的沈燕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冲到了我面前。见我面色平静，沈燕似乎有些兴奋：泱泱，这都一整天了，你闹够了吧？算我错了好不好？我昨天喝多了，我给你道歉，你把我加回来好不好？沈燕红着眼，满脸委屈，不知道的还以为那些侮辱人的话不是从他口中说出来的一般。与这种人费口舌，简直是脏了嘴。我径直绕过沈燕，头也不回：沈同学，从你背叛我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已经恩断义绝了。似乎验证了些什么，沈燕又有了几分底气，把声音提高了3个音调：恩断义绝？曲央，你忘了你是怎么考上 A 大的了？要不是有我，你算个屁！这些年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凭什么说恩断义绝就恩断义绝？沈燕依旧是使出了她道德绑架那一套。她知道我心里一直感激她的帮扶，每每提起这些，我都会向她妥协，再不还嘴。可挟恩图报这种事情也总该有个限度。我不再像从前那般哑口无言，对她言听计从。我猛地转身，对着她步步逼近：你对我的付出，难道我就没有吗？你高中给我送零食，我大学贴补你生活费；你高中号召全班给我投票选举优秀干部部，我大学四处给你凑素质拓展分；你高中给我分析试卷，给我记录公开课笔记，我大学也给你写了3年的笔记，给你搜集论文资料，我早就还清了，你又有什么脸来道德绑架我？看着沈燕哑口无言，我并没有打算就此作罢。既然要算，那就算个彻底。我冲上宿舍楼，将昨晚打包的跟沈燕相关的东西抱下来，一股脑扔到沈燕面前。现在我们两清了，
记得把你欠我的1万块钱还给我。若说算清情账只是让沈燕偃旗息鼓，那么算清钱账才是真正打到沈燕7寸。一听到让他还钱，沈燕瞬间跳脚，曲央，3年前的账你也要算，你也太斤斤计较了。既然你无情，那就别怪我无意，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你不会以为一些接吻的照片能引起什么波澜吧？我试图套话沈燕会不会偷拍了些什么，只有掌握好她的情况，后续如果当真事发，我也好有应对方案。没想到沈燕却根本不入圈套，只高高在上的颐指气使。我的东西可不只掀起波澜这么简单，你最好现在向我道歉，兴许我还能……沈燕话还没说完，一旁的石旭猛地冲上来，将沈燕踹开了3米远。顺着动静回头看去，只见石旭满眼通红，青筋暴起。我分明看到他捏着我刚才扔掉的笔记本的手紧攥得发抖。我从未见石旭这般失态过，即便是昨晚他打了沈燕，也是云淡风轻的模样。我讶异地上前抓住他的手，生怕出什么乱子。没想到石旭却对我的轻唤置若罔闻，反倒似野兽捕猎前的物业般死死盯着沈燕低吼：“沈燕，这就是你说的他嫌我烦扔垃圾桶了是吗？发动全班投票的人怎么就成你了呢？你连生活费都要靠我们接济，怎么还有钱买那么多零食了呢？”一字一句如晴天侠力，在我脑海引起阵阵郁鸣。大脑一瞬宕机，消化不了这段话的意思，眼泪几乎是夺眶而出。我猛地回头看向石旭，缠着音讪讪问着：“石旭，你这是什么意思？”石旭周身的凉意并没有散去的意思，他沉沉抬步走向我，浑身止不住的颤抖。可在靠近我时，他的声音还是软了软：“曲央，你先回去。”我有一些不好的预感，脚下灌了铅似的挪不动步。见我执意不肯离开，石旭颤着音哄着我：“听话，你先上去，其他的事我明天解释给你听，好不好？”石旭的声音逐渐变为恳求，我最终还是受不住他的软磨硬泡上楼去。我不记得我怎么回到宿舍的，只记得我整个人像个行尸走肉般游荡着，最终落坐在书桌前彻底石化。我四肢止不住的发抖，脑子一阵一阵的眩晕，不停地重复着石旭刚才的话：如果为我做那些的人不是沈燕，而是他，那我这些年的回报和忍辱算什么呢？那我那些年的小心翼翼、暗自神伤又算什么呢？但如果做这些的人是他，一切好像又变得合理了起来。一人变化再大，也不至于天翻地覆、毫无痕迹。沈燕这样暴躁无耐心的人，又怎么可能做出那些细节的事？荒唐感一瞬充斥心头，我兀地笑了出来，眼中却含满了泪。可石旭明明离我那么远，远的我在毕业时拥抱遍了所有人才能拥抱1秒他，远的我拼尽全身力气赶到他面前，才能争取到颗所有人都有的纪念纸星星。想到星星，倏地又一瞬灵光在脑海炸开，我猛地起身，开始翻找我收藏旧物的箱子。好在昨天清理完了沈燕的东西，原本满满当当的箱子，此时已然止于几张毕业照，而那颗被我深藏的星星，此时正赫然躺在表面，光彩依旧。鬼使神差的，我顺着折痕拆开了它，沉寂多年的星星终于说了话。星星，在你眼里，那句没写完的话，它却是早已说给了我听。只是我不知道，当所有偶然线索交织成现实，一切隐晦都变得明目张胆了起来。我拿起手机，接连拨通了所有高中好友的电话，向他们一一求证，得到的回应全是一脸茫然，哪有什么字？你不知道你那颗不一样的吗？他折了一晚上的星星，就是为了送你最特别的那一颗呀！眼泪一瞬决堤，酸涩泪珠成串落下。我赶紧拨通石旭的电话、QQ、微信，却始终无人接通。我们错过了太多年了，我再等不了1秒。似飞蛾扑火般，我抓着手机疯狂奔下楼，奔向他的方向。可我在他的宿舍楼下等了又等，电话拨了又拨，却再没有了回应。正当我准备问他室友薛明轩时，薛明轩拉着室友匆匆下了楼。看到我时，他面色一差，抓起我的袖子就往外跑。曲央，你来的正好，快跟我去派出所，石旭出事了。石旭在我离开后便把沈燕打了，沈燕报了警，坚决不肯调解，立誓要将石旭告到底。我们赶到派出所，录完笔录便只能在大厅外等结果。等待的过程实在煎熬，我索性在院子里踱步。没想到冤家路窄，沈燕正好在外面抽烟。看到我后，她依旧如无事人般走向我：洋洋，你是来找我的吗？你终于不生气了。有些时候我真的会被沈燕的信念感无语到气笑。她是怎么做到前脚被拆穿冒名顶替，后脚又若无其事地掠过一切的？我默默退后半步，连眼皮都不抬一下。沈燕，你这信念感待在播音系真是屈才了。见我依旧没好气，沈燕面色一僵，当即换了个嘴脸：曲央，你不要给脸不要脸，你不是喜欢他石旭不染凡尘吗？他还不是被我玩弄鼓掌，现在只要我一句话，他便是阶下囚，你故意的。我震惊的嘴巴久久难以合上，眼前的沈燕似乎陌生的让我以为是幻觉。我本以为他只是心眼小，没想到他已经阴毒险恶至此。沈燕似乎很满意我的怒意，摊着双手满脸无辜：是啊，故意的又怎么了？谁让他听不得你半点不好，自己往坑里钻。说到此处，沈燕面上开始带着隐隐的兴奋。你猜我跟他说什么了？我把我们每次开房的细节都跟他说了。我说一句，他打我一拳，可惜了没多玩你几次，不然还能多跟他聊一会。我从未觉得一个人可以恶心到让人生理性想吐。我猛地挥手，一巴掌甩在沈燕脸上。她先是一愣，
随即唇角一勾，竟俯身向我靠近。其实这个事情也不是没有余地，不就是想让我签谅解书吗？可以，但是你得再和我睡一次。我已经接受沈燕的卑劣，可当他说出这话时，我还是难以置信。他却云淡风轻，把弄着我的发梢。不过这次可得按我说的完喽，你也不想时序为了你被取消保研资格吧？眼看着2个警察向我们走来，沈燕赶紧收起那副流氓样，含笑看着我一本正经。结果可要出来喽，你还有3秒时间，3、2、1，倒计时结束，警察正好立于我们身前。沈燕收起笑容，一脸无奈地看着警察。警察同志，虽然我也很遗憾，但我还是希望能有公正的结果，请宣判结果吧。沈燕故意把语调放得很慢，一字一句都在给我机会，逼迫我答应他的要求。说话间，他还不忘回头瞥向我，满眼挑衅。可他没料到的是，下一秒，警察的手铐便落在了他的手腕。想要公正，那便和法官说去吧。其实早在沈燕被我抓包当晚，他就连夜将 AI 合成的我的不雅照发遍了论坛。是时序早早发动所有人脉，彻夜替我拦截了下来。为了防止沈燕兴风作浪，他这才特意让朋友在论坛控评，将他的话题顶了上去。在赶往派出所的路上，薛明轩告知了我一切。我也是在那时候才明白了，他那晚送我回去说的那句“一切交给他”是什么意思。论坛里那些意味不明的话也一瞬有了源头。时序为我做的远比我想象的多，甚至连今晚分别时许悦他们要去搜集的素材也是沈燕造谣的证据。时序从来不是冲动的人，他是对沈燕的罪行胸有成竹了才动的手。当沈燕自以为能将他拉下神坛时，殊不知自己的罪证早已立案待审。而我得知时序筹备这一切后，便留了心眼。在沈燕靠近我时，我便悄悄打开了录音。他自认故意激怒时序，妄图强奸我的话早已被尽数留存。几番指认下，沈燕最终被拘留控制，而时序简单赔偿了500便脱了身。折腾一晚上下来已是凌晨，学校早已过了门禁时间。出门时太急，我根本没想起带身份证。我本以为我要流浪街头了，没想到时序在校外居然有房子。由于薛明轩是本地人，其他人都跟着他走了，我便只能跟着时序去他家。整天经历了太多的起起伏伏，刚坐上车我便彻底透支。察觉到我的疲惫，时序默默朝我挪近，支着肩膀，先睡会吧。见我犹豫，时序轻笑着再次补充道，到了我叫你。得到保证，我这才放心睡去。我不知究竟是高估了自己的警觉，还是低估了自己的睡意。当我再次醒来时，我已经被时序抱着放在了沙发。感受到挪动，我猛地惊醒着，睁开了眼。时序的面庞再次抵在我面前，如画眉眼一瞬闪过一丝慌乱。天色昏暗，他还未来得及开灯，我们就这么借着月色四目相对，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情绪在眼底燃烧流转。时序的耳尖肉眼可见的染了一抹绯色，喉结慌乱的不知所措般滑动着。见多了他在讲台和舞台上游刃有余、从容不迫的模样，今天这边倒更显得鲜活可爱了。看我眉眼含笑，时序亦是唇角一勾，缓缓俯身靠近，可以吗？我正想开口，猛地指尖传来一阵一阵的湿润感，我惊叫着起身，直呼有鬼。时序无奈起身开了灯，将一只小猫抓个现行，是猫在舔你手指。我这才从惊魂动魄中缓过气来。不过这只猫好像有点眼熟，和我高中喂了3年的流浪猫小松子简直一模一样。看出了我的疑惑，时序一边把猫关进房间，一边笑道，就是你喂的那只，它从来都不是流浪猫。时序说的云淡风轻，可我的心底却是一股暖流荡漾开来。原来我们的缘分开始的比我想象的还要早。见我愣愣盯着小松子的方向，时序抬着手向我挥了挥，语气中竟带着些委屈，他跟人家打架了，都有人包扎，我怎么没有？回过神来，我差点笑出声。这还是高高在上的校草吗？怎么连猫的醋也吃？我赶紧依着时序说的地方找出碘酒给他处理伤。此时他的指关节处已然淤青，可见他当时出手有多狠。痛恨沈燕无耻的同时，我更多的是心疼，伤敌1000，自损800，可不是你时序该干的事。眼眶终究还是没能框住泪，滚烫的泪珠一瞬轻滚落下，正落在布满青筋的手背，似是被灼伤般。时序的手一颤，连药都顾不上敷，赶忙抬手替我细细擦去脸上的泪痕。可是遇到你，我便没有理智可言了。见我垂着头，时序弯腰灵手直直地盯着我的双眼，一字一句似宣誓，曲央，给你写笔记的不是沈燕，是我，为你做那些事的也都是我，可不可以给我一个为你弯腰的机会？看看我的眼睛。泪光流转，眼泪成串落下，朦胧视线再次清晰，我终于看到了属于我的那颗星。遗憾、荒唐夹杂着失而复得的庆幸感充斥心头，千丝万缕的话缠绕在喉颈，哽咽难言。我义无反顾地攀上了他的肩，抬头吻上了他几近颤抖的唇。他先是一愣，浑身僵滞，明白我的答案后，时序再无顾虑，将积压隐忍多年的爱意在此刻宣泄到极致。缱绻缠绵间，时序越来越霸道，破碎的呼吸却带着些哭腔，忘了他好不好？他能给你的，我可以给更多。我轻轻吻着他的泪痕，一遍一遍的回应，时序，我想要的从来都是你。第二天中午，我是被时序的吻唤醒的。
刚睡几个小时的我连眼睛都还没睁开，嘴巴已经开始求饶了。我今天没课，我要睡到天黑。没想到时序却不依不饶，我今天有音乐会，你不去可办不成了，这让我怎么给大家交代？时序上次音乐节便是因为我搁置了，这次再因为我泡汤的话，那我真是千古罪人了。况且我还想看看他拍的 MV 到底是什么样子。无奈之下，我只好被时序当提线木偶一样拎着洗漱吃饭。赶到音乐会后台时，各部门已经开始忙起来了。见我和时序牵着手出现，薛明轩他们一个个叫得跟猴子似的。哦，某人带着女主角登场喽！普天同庆呐，我终于也有自己的嫂子了。这次我得做主桌，大家正笑闹得开心，身后不知何时来了个简明月。简明月满脸羞怯，拿着一瓶饮料递向时序。嗨，时序，你还记得我吗？我是曲央的朋友，给你带了瓶饮料润润嗓子。时序正在化妆，连眼神都懒得给他。记得你。眼看着简明月脸上多了几分喜色，没想到时序再次沉沉开口：蟑螂姐。此言一出，全场扑哧一笑，连一旁的老师都有些忍俊不禁。简明月的脸上更是红了又白，白了又绿。不是的，你们都误会了，我跟沈燕只是朋友。说到沈燕，时序似是来了兴趣般缓缓回头，你们挺配的，都喜欢以助攻的名义夺人所爱，不过他怕是要被判1年了，以后要见他可就难了。眼看着简明月要哭了出来，时序冷冷回头：这里是后台，闲杂人等禁止进入，这位同学请出去。得了逐客令，简明月恨恨看了看我，满脸不服气。那他凭什么在这坐着？时序闻言嫣然一笑：她是我女朋友，想坐哪坐啊？只要她愿意，她还可以坐我腿上。此话一出，简明月彻底装不下去了，一边哭一边大喊：女朋友？她明明是沈燕的女朋友，你不知道吗？时序，你可是校草，你被她养鱼当第三者了，她就是个渣女，她和沈燕可是因为你分的手，你忘了？再造谣送你去陪沈燕。曲央，你凭什么？曲央，看完好戏，薛明轩一边把简明月赶出去，一边坏笑：时序，你什么时候变这么损了？时序含笑回头看向我，跟曲同学学的。暮色降临，音乐会准时开始。在时序的安排下，我坐到了前排最佳观赏位。万众期待间，时序缓缓登场，唱起了那首筹备已久的歌，搭配着悠扬歌声 ，MV 应景的在大屏幕播放。我也终于见到了时序的故事线的真面目。原来当时他不是在拍摄花絮，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展现故事。画面一帧帧播放，全是他在各个场景与我的合影和对我说的话。伴随着台下一浪接一浪的惊呼，歌曲进行到高潮，时光速回，转身寻你眼眉，又凑够碎片几枚。与此同时，画面上的合照也变成了高中的照片，每一张都是他和同学的合照，每一次的远处也都有我的身影。艺术节、运动会、毕业典礼，那些曾被我藏着小心思偷偷加入的合照，原来也有他的刻意为之。张张皆有我，次次皆回头，每一次目光都落在同一个身影处。原来那束光一直坚定不移地落在我身上，我却傻傻地以为那是折射。眼底不知何时再次盈满了热泪，我们就这样台上台下遥遥相望，不必言说，一切却了然于心。时序唱着歌，一步一步走向我，星星在你眼里，而你在我心里，全世界都知道我喜欢你，可我却忘了告诉我自己。一曲唱罢，时序飞身跳下舞台，立于我身前。万众瞩目间，他垂手望着我，笑意从眼底荡漾开来。曲央，你的眼里有星星。暗恋就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告白，一切早就有迹可循，空谷早有回响，星光从未暗淡。喜欢你是我埋得最深的伏笔，此刻2条伏笔逆着时光速回，在原点交汇。全文完。